皇贵妃还真是会避重就轻，共襄而已，认了也便认了。珍叔啊，进来。皇上万安，皇贵妃娘娘安。起来。皇上，前几日奴婢奉主之命去安华殿祈福，恰好碰见皇贵妃娘娘与安吉大师举止亲密，窃窃私语。随后，安吉大师将一盒贡香、一个青铜香炉交到皇贵妃手上，并将此串手串亲自戴在皇贵妃手腕上，以作定情信。皇上雅好风情，不信他不来。何处来的流萤啊？回皇上，像是永寿宫的方向。听闻令贵人喜欢萤火，常命人捕捉。皇上近几日为金川战事烦心，可要往永寿宫走走。好，朕去瞧瞧。这，起驾。皇上驾到！这香殿月华服，银棒藕花流，果然是别有趣致啊！皇上，臣妾恭迎皇上。好，都起来吧。这是你的主意啊？皇上，万寿节将至，臣妾微薄心意，愿博皇上一笑。风流雅致，甚好。主今夜穿的这件衫子真好看，是内务府新制的颜色吧？皇上爱这翠红色，果然是浓淡相宜，娇而不妖，好看。奴婢听闻嘉贵妃还未生产前，便催命太医院为她炮制恢复少女身形的香膏，珍珠更是非男珠不可。若是皇上允了，有什么不可用的？谁？有刺客！有刺客！追！抓刺客！不能追！这边，快，到前面看看！快，去那边看看！主出事了！主，进来回话，三宝，怎么了？主，刚才奴才烧了热水，打算放在暖阁外边，供主所用。谁知刚经过院子，便看见一个穿着白衣的刺客，吓得奴才就喊了起来。那刺客听见声音以后，就翻前跑了。翊坤宫怎么会有刺客？抓着了没？那刺客跑得快，已经不见了。但是奴才听到外边巡守的侍卫追了过去，但抓没抓到奴才不知道。你赶紧去回禀皇上，再多派些人手，彻查翊坤宫和东西六宫。最重要的是护驾。奴才立刻就去。巡守的侍卫经过翊坤宫都是有班次的，并不在这个时辰，怎么会来得这么快？许施主信封了皇贵妃，他们格外殷勤护卫些也是有的。格外殷勤护卫，就更不能让刺客进入翊坤宫了。说的也是。
姐姐，昨夜的事情查清楚了没有？喧闹了一夜也寻不见刺客，一早上皇上就来了，还申斥了宫中的侍卫。不过幸好河宫无事。无事便好。只是，这宫中哪来的刺客，好生奇怪。是啊，如何进得来呢？翊坤宫昨夜闹刺客，你们都知道了吧？微臣失职。闹刺客，都闹到朕的皇贵妃宫里去了。李云彻，微臣在。你带人肃清宫闱，仔细寻访。是。奴婢立心给皇上请安。皇上，主儿请您往启祥宫用膳。知道了。嘉贵妃可觉得好些了？有您陪伴，主儿自然好些。窗户一定关严实了。是。翊坤宫出了一次乱子，断不能有第二次，门禁需格外森严。奴才明白。主儿，李公公来了，请。皇贵妃娘娘安。皇上这个时候在午睡呢，你怎么过来了？皇上在启祥宫，嘉贵妃陪着说话呢。皇上请您立刻过去一趟。哦，过几日就是皇上的万寿节了，本宫正有事儿跟皇上禀报呢。皇上，臣妾给皇上请安。坐吧。请皇贵妃安。几日不见嘉贵妃，肚子越发大了，起坐更要小心些。多谢皇贵妃关怀。皇贵妃，听说你最近常去安华殿祈福啊？是。大师难得入宫，臣妾想时时去安华殿为战士祈福。皇上，臣妾也为了腹中阿哥平安落地，每日都将臣妾所抄经文拿去安华殿请大师诵读。虽说大师是修行之人，可毕竟也是男子，所以臣妾从未亲自入内。说来，还是皇贵妃比臣妾更加诚挚，晨昏必至，十分虔诚。难怪大师都与皇贵妃极有眼缘，什么供香啊、手串呀，也只送给皇贵妃所用。大师确实赠予本宫一盒供香，至于手串，本宫并未见过。皇贵妃还真是会避重就轻，供香而已，认了也便认了。真说啊，进来。皇上万安，皇贵妃娘娘安。起来。皇上，前几日奴婢奉主之命去安华殿祈福，恰好碰见皇贵妃娘娘与安吉大师举止亲密，窃窃私语。随后，安吉大师将一盒供香、一个青铜香炉交到皇贵妃手上，并将此串手串亲自戴在皇贵妃手腕上，以作定情信。皇上，臣妾并未见过此物，你如何就认定它是定情之物？既是定情之物，又怎会在你手上？真叔只不过是说出所见而已。这个定情之物，
是臣妾与这个方胜一起拿到的。朕已经看过了，拿给皇贵妃看便是。至连环袖中，连心彻底红，一郎郎不至，仰首望飞鸿。得君手串相赠，已知两下之情。此物凭所心，待于君为证。君若有心，今夜候君于翊坤宫东暖阁。嘉贵妃，这又是何物？你从何而得？这方胜上的萱草图案，原是取同心双合之意。是被那日追捕刺客的侍卫捡到的，他们看过之后惶恐不已，便交与臣妾。臣妾哪敢多看一眼呀，便只能交与皇上定夺。皇上看过之后，也找侍卫查证过了。皇贵妃，你可看仔细了，这洒金红梅剑可是内务府只供翊坤宫所用，也只是因为皇贵妃喜爱梅花。这同心结还是次要，重要的是上面的字迹。这西洲曲的前几句，是讲述女子对情郎的相思，又有这同心结，还有莲子为证。不过嘉贵妃也说了，这些都是次要的，最要紧的是，这字迹像是皇贵妃的。皇上，这不是臣妾写的，不过字迹确实与我的字相似。皇贵妃的书法是师从魏夫人的簪花小字，宫中嫔妃无人学过，所以也无从仿起。要是惠贤皇贵妃在的话，也许还能临摹几许。不过惠贤皇贵妃早已驾鹤西归，所以再无旁人了。这上面的字迹是不是皇贵妃的，皇上自然认得。至于这手串嘛，臣妾猜想，许是作为信物引刺客入翊坤宫相聚所用。谁知被人发现惊动，受到惊吓，落荒而逃时落下的。皇上，臣妾并未做背弃您的事儿。皇贵妃，这刺客在时，你正在做什么？臣妾在准备安寝，有所心为证。嘉贵妃，你问过安华殿，当时大师又正在做什么呢？大师以静修为由，将自己闭锁在安华殿2楼，不许他人出入。可以大师的功力，从2楼跃下，想必也不是什么难事。皇贵妃，你沐浴之后便要安寝，想必这刺客也是算准了时候来的。这前几日真书刚撞见大师赠你手串，这没过几日，就出了这刺客夜入翊坤宫之事，且有侍卫撞见。这刺客穿着与大师极为相似的衣袍，加之这信签上的诗句，皇上，这许多事堆加起来，未免也太过巧合了。朕相信这世间自然有巧合之事，所以这件事情，朕自然会清查。皇上，既是私通之事，臣妾为何不叮嘱宫人？发现刺客大叫的，为何竟是臣妾的长侍太监三宝？私通密会这种丑事，岂会人尽皆知？自然十分隐秘。若有无知之人喊了起来，也属正常。皇上与本宫情好，为何要与旁人私通？皇上久不进后宫，皇贵妃日日与大师相会，日久生情也是有的。皇上，臣妾去安华殿只为大清祈福，别无他意，还请皇上明鉴。皇上，既然这信签上提到锁心，就将锁心送入慎刑司审问，以求明白。
皇上，索性不能净身行刺。皇贵妃难道不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吗？好了，事情还未查实，这件事情还扯不上谁行刺。皇上，我也是为了皇上着想。皇上为战事祈求祥瑞，请大师进宫，谁知大师竟与皇贵妃生出这种不耻之事。这种心术不正之人祈福，战事岂会顺遂？别说了。皇贵妃，你先下去歇息吧。臣妾告退。主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本宫哪里会知道？回宫再说。皇贵妃娘娘小心身子要紧，索性小心送娘娘回宫。最不得宠的婉答应都去养心殿侍候笔墨了，您还在这画什么呀？您是真不着急啊？他是皇上，我是妃子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阿若姐姐，主才不会生了和皇上的情分呢。泽金，走。阿若，把这儿收拾了。还有没有胡思乱想啊？就算朕说话说得重了一些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成了吧？是臣妾的错，臣妾错在直言不讳，忘了您是皇上，是不得冒犯的天子。你这倔脾气。来，瞧瞧朕带了什么送你。皇上有什么赏臣妾的？臣妾谢恩。一笔一笔画的，不是赏赐，是真心。那不如先看臣妾的。哦。哼哼。臣妾怎么这般端正？降雪宣时，你就是这般接过朕的主意，那是朕心里最难忘的时刻。可臣妾画的皇上是得侧福晋旨意那天去城楼上找皇上，看见皇上玉树临风的样子。唉，一个端正，一个逍遥，这怎么会配呢？不配啊！朕可以与皇后一同入画，与你却不行，所以朕画了你的小像来哄你，结果你说不配啊！人是一对璧人，可是神情姿态都不相同，一起入画怎么合适啊？哼，那朕就偏要合适。朕叫郎世宁裱好之后，把它收起来。今儿个天真热啊！您一直在用啊？是啊，朕一直带着它，这红丽清英，哪里会不般配？绣这块帕子的时候，臣妾还在淼云阁守孝，当时还叫清英。那时候臣妾以为再也见不到红丽了。哼，帕子上的清英红丽在一块儿，那我们也不会分开的。朕不会让你看不见朕的。皇上，臣妾那日跟您顶嘴，您就当臣妾是最后一次吧。朕知道。朕知道你有心思，从来不瞒朕的。你姑母一走，你所有的心事，也只能对着朕说。经过那么多事情，往后还会有更为难的事，哪怕你对所有人都要循规蹈矩，但是对着朕，还是可以保留清英的性子。只是以后啊，不许说傻气的话。是。
这花开得到喜庆，黄与紫都是尊贵之色，摆在慈宁宫很合适。皇上小心，有什么好的都紧着您，就连送花都送的最好的。太后，皇上来给您请安了。皇上万安。给皇娘请安，儿子来晚了。哎呦，看你这急匆匆的，你这是打哪儿来呀？今儿在书房斋听了会儿戏，一时忘了时辰，事儿迟了。是和贤妃在一起？皇帝和贤妃感情要好，对吧？毕竟后宫也要注意雨露均沾。你若是整日和他在一块儿，容易让其他嫔妃眼热，也会让他们的母家不安心呢。是，皇娘的话，儿子都记住了。来，陪哀家进屋用膳。主绣什么呢？哎，这不是昨儿皇上赏给您的诗吗？我把它绣在帕子上，多别致。皇上人虽没来，心里却记挂着主。主想到了皇上，便这般高兴。哼，这费了贤妃好大功夫吧？还绣了人物，是谁啊？回皇上的话。主说皇上的诗是题吴梅村集，主最喜欢里头那首圆圆曲，所以这个人物是陈圆圆。他倒有心思。皇上，方才启祥宫来请过了，嘉贵人等着您去用晚膳呢。皇上夸主有心思，不如当着主的面夸，比奴婢传话来得好。罢了，朕允了嘉贵人。去启祥宫吧。这是。主，怎么了？嘟了个脸。皇上明明喜欢主的刺绣，偏还去了嘉贵人那儿。这些日子，皇上怎么来咱们宫里少了？皇上自有安排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好吧，好吧。奴婢就陪主在这儿等着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坐下吧。谢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今儿穿的这身衣裳，花样虽少，却以清朗为主。看着很是大气。娘娘衣上的折枝花针法，像是我大清刚入关时实行的绣法呢。可是夏宫里最实行的，是在整件衣上满绣轻巧花样，会用金银丝线和米珠薄薄织起，或织金泥金，缀在江南最软的绸缎上，真的是又华丽又轻软。皇后娘娘，你身上这身衣服颇有古风，看着也很别致。那看来，大家还是觉得本宫这身衣裳不错了。是。本宫查看了内务府的账本，见后宫每年所费衣料之数甚巨。本宫的这身衣衫虽然是绣花，但疏落简朴，而你们所穿的衣服，且不论衣料，便是这刺绣一项，便所费太多。皇后娘娘说的是，可是咱们也不是用不起这些呀。后宫所事，民间往往追捧，所以才使得京城中江南所来的衣料翻倍而涨，就是绣工也愈加昂贵。如此下去，奢靡成风，还如何了得？贤妃，你说呢？宋仁宗喜食杨羹，不愿因自己的一夕之欲开启无穷宰杀，而自人口腹之欢，
更不愿民间知道宫中喜物养成奢靡之风。皇后娘娘此举有如送人宗一般。皇后娘娘说的固然是，可是皇上一直都说圣祖和先帝励精图治，国富民强。便是国富民强，后宫也不能挥霍，否则祖宗们留下的基业还能经得起几代？本宫以身作则，效法祖宗旧制，从今日起，不再用江南所进贡来的昂贵衣料，不佩戴贵重首饰，平日里用的胭脂水粉和冬日里的炭火也要减半分发。便是协芳殿伺候阿哥、公主的奴才们也要减半。是。皇后娘娘真是克勤克俭。本宫也是想着，咱们身居六宫，但却为天下女子的表率，咱们不能忘了祖宗们定天下的艰难。臣妾定当追随皇后娘娘。臣妾定当追随皇后娘娘。水之，一会儿回去啊，先让主过目这些布料，他要送给三阿哥裁衣裳的。是。江太医，这边请。姐姐，走吧。阿若，这书我还看呢。皇上，怎么？这些日子许久未见，是不是朕的样子变了，才让你如此发呆？臣妾是有日子未见皇上了，但皇上容光焕发，可见素日保重。那朕没来的这些日子，你可有保重自己啊？很想保重，但就是见不到皇上。哼，朕这不是来了吗？皇上，这茶凉了，我让阿若给你换杯热的。阿若，皇上请用茶。是奇云瓜片。奴婢估摸着皇上刚用了膳，天气冷了，难免多用荤腥。这茶消垢腻、去积滞，是最好的。千灵百丽，心思又细，是你调教出来的吧？这话都是主平日口里颠来倒去说的，惦记着皇上用什么了，用的好不好。奴婢不过是耳熟，随口说出来罢了。好，下去吧。是。难怪朕想着你的茶，原来你也惦记着朕呢。原来皇上是想着臣妾这儿的茶，那明日里臣妾就往各宫里都散一些，也好引得皇上各宫都去坐一坐。哼，这话便是赌气了。如意啊，朕知道你入宫以来受了不少的委屈，朕想护着你，可是不如在前底时可以自由自主，所以为了朕，你忍一忍。
王亲，奴才在。东西呈上来。这。甚赞徽音，朕亲手为你写的，如何？甚赞徽音，何解？《诗经》上说：“大司司徽音，则百司难。”慎的意思是要你谨慎，唯有谨慎才能够得到美誉。那是皇上的好意，臣妾倒觉得无趣。那朕跟你说点有趣的，你与朕的姻缘，源自于音。墙头马上，所以你只要记得朕的心意，全在这个音字上。那臣妾便十分的喜欢。喜欢就好。王亲，嘱咐内务府将其做成匾额，挂在延禧宫正殿。这。奴才给贵妃娘娘、宜贵人、嘉贵人、海常在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秦公公，今儿个怎么老都你过来了？皇后娘娘说啊，这不连着下了几天的雪，天气湿寒，特意吩咐太医院做了白花丹和海枯藤的香包给各宫佩戴，这能祛风湿、通经络。皇后娘娘真是体恤下情啊！可不是嘛。本宫素来体寒怕冷，多亏了皇后娘娘想着。莫心，奴才本该还要去启祥宫和景阳宫，那就一并交给宜贵人和嘉贵人了。有劳秦公公了。秦公公，快把海常在的香包给他，别像本宫苛待了他似的。那不能够，都有。来，拿来。那奴才就先告退了。有劳公公了。少喜，给秦公公封点银子送去。哎呦，那谢娘娘了。奴才告退。这香包可是娘娘的情谊。你们可别忘了时时带在身上。那是肯定要带的。得了，别杵在那儿了，回屋去吧。嫔妾告退。跟块木头一样。难怪皇上不喜欢了。瞧他那呆呆的样子，这样啊才能显得出贵妃娘娘的灵慧聪颖。哪只凤凰身边没有乌鸦呢？你这小嘴巴巴的，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刺心，写得越来越好。主儿，内务府越发会欺负人了。皇后娘娘赏给各宫的白花丹和海枯藤，是做成了香包，叫何宫的人佩戴。奴婢收下了，没仔细瞧，结果方才打开一看，里面的白花丹粉末全是次货。我想再问他们要，他们说太医院送来的就是这些了，没有更好的。奴婢就不信，贵妃那儿他们也敢送这样的。这香包缝制的松松散散的，针脚也不成个模样。方才我过来，秦丽正眼巴巴地往咸福宫送香包呢。这针脚跟用料，我看倒是挺好的。真是小人，这点小东西都要分高低。能用就行了，搁着吧。说的也是，阿若，你把这香包留给我，我回去呢把这针脚给紧一紧，免得姐姐用了变散了。对，海兰缝的好，就让海兰缝。我最会这些功夫了，一定漂漂亮亮的给姐姐送回来。倒是便宜了秦丽那个狗奴才。
左心姐姐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呀。你一个人去，万一内务府调那些，你怎么应付得过来啊？还是姐姐想的周全。姜太医，左心啊，左心，你好吗？我挺好的。你是来替嬷嬷们诊脉吗？啊，我信您太医院3年，能为嬷嬷们诊脉，已经是福气了。你安心，以你的本事，迟早会有出头之日的。太医院讲的是门第、师从和资历，这些我都没有。你相信我，我们虽然出身寒微，没有什么注意，但有真本事才是最重要的。这个我。左心姐姐，我得走了。左心姐姐，这2个月去内务府，你都往这条路上走，就总能遇见姜太医。我和他自幼相识，小时候家里遭了灾祸就分开了，没想到进了宫却能在这里遇见。青梅竹马呀，是好事。可是呀，姜太医还年轻，在太医院怕得熬着。我和他都是奴才，但若勤勉，未必没有出头之日。前朝那些王公大臣，有哪个不是皇上的奴才呢？姐姐好志气，凭真本事吃饭才是真的。哎，姐姐，听闻皇上最近总在养心殿召南府的琵琶伎奏曲呢。是吗？若论一手好琵琶，宫里谁比得过贵妃呢？皇上怎么不招贵妃啊？停！有个音错了，是谁啊？是奴婢。曲艺不够娴熟啊。奴婢因为担心技艺不纯，所以分心弹错。只是若非精通琵琶之人，也未必能听出。皇上训斥，奴婢心悦诚服，甘愿领受。你是赞许朕的耳力过人？曲有误，周郎顾。你把朕比喻成精通音律的周瑜了？皇上有周郎风范，心胸更胜周郎许多，定会宽恕奴婢误弹琵琶之罪。那朕在想着，你是不是欲得周郎顾，时时勿服闲呢？过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姓白，名蕊姬。长得纤细可爱，名字也动听。皇上说了，今儿琵琶弹得不错，只是合奏时有几个音差了啊。明儿午后照旧奉上。是。你胆子可真够大的，敢在御前这般回话，也是皇上仁厚。皇上当然仁厚无比。回去吧。
这个，还有那样的，捡好看的，到库房里面挑出每样2匹，送到延禧宫啊。还有那些摆件、陈设都挑好的啊，赶紧的送过去。是。秦厉公公，索性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正要给延禧宫送月例银子呢，你怎么先来了？秦厉公公今日怎么这般客气？嗨，索性姑娘不早说，这皇上让人送来的字啊，镶了匾额，正要送去延禧宫呢。您看啊，是我不好，这素日怠慢了延禧宫，姑娘回家可要多美言几句啊。索性啊，怎么都半日了还不回去？听说有匾额要送到咱们延禧宫，怎么没见着啊？这不正要送过去呢吗？您看啊，还有别的，门口那红罗炭上好的锦缎，还有这些陈设摆件啊，您再看白花丹的香包，这些都是顶好的东西，正要送过去呢。这别的也就罢了，说到这香包，我就来气。上回敢用次货的白花丹做了香包送去我们那儿，这回再做好的，咱们也不要了。别以为我们延禧宫的人都好糊弄。不会，哎呦，是我不好啊，素日怠慢了延禧宫。阿入姑娘别生气，您看这回啊，全都是好东西，这么漂亮的锦缎，这色儿那色儿的，跟阿若姑娘一样漂亮，我马上送过去。这些个东西还算能入眼。我们主是妃位，就算是一时凤凰被啄了羽毛，但皇上眷顾，是，立刻就能飞到彩云里头。没错。我说你们也不想想，皇上独独赏赐我们主的这块匾额是什么意思？